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白啊，又和大家来聊天了。今天啊，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来陪我嘎嘎3.5。我没想到我上次个视频有那么多人观看啊，首先先谢谢大家，也有那么多人订阅。更加感谢的是有那么多的观众啊，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，和我一起分享上海的一些回忆，一些点点滴滴，我觉得很感动的。那最近啊，很多朋友啊和我一样，都有一个繁花的后遗症。平时啊，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啊，就不约而同的还会聊到繁花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朋友啊说不好看，对吧？这很正常。1000个人眼里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对吧？这很正常。那昨天有一个朋友啊就问我，就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以后啊还能不能够拍出像《繁花》这样的电视连续剧？那我个人是觉得不会。为什么呢？那我觉得《繁花》更多的是给我们70后、80后这些上海人的一个回忆，里面有很多的彩蛋，我们每次看到这些东西就会很亲切，是一个回忆。那另外呢，里边很多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他们说着家乡的话，演着家乡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很自然。那这个就是其他的电视剧啊，我觉得比较难做到的。而王家卫本人，他也是个上海人，他是1958年出生在上海的，然后5岁的时候啊，就跟着父母移居到香港，然后呢到了美国，所以呢他有很浓厚的一个上海情节。从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也好，2046也好，它都有上海女人的出现，它都有上海女人的这种刻画，都拍得非常漂亮，非常唯美。那关键的重点呢是学不会王家卫导演呢说故事的一个思维，拍摄的一个想法。那王家卫导演是在2017年就开始接触这个剧本了，对吧？和胡歌一起探讨这个剧本。他看了这个剧本之后呢，就觉得和他的父辈啊的经历啊非常相似，是小说啊打动了他。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拍电视连续剧啊，都是资方对吧，拿着剧本拿着本子就丢给直接一个导演啊，你来拍这个，然后我们多少时间把它拍完啊，多少时间上线，然后多少时间是要收回成本，不是根据导演的想法的，想怎么拍想拍什么，不是这样。所以说从制度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，所以说很难超越。那另外呢，里边有个很大的元素就是什么，他用了很多经典的歌曲，30集影片当中用了57首经典的老歌，而这么多的老歌啊，实际上是参与了叙事的一大部分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我一开始实际上没有注意到这个片子啊，因为上一期我也说了，我不大要看那个啥，就是国内的这种电视连续剧的。那么我什么时候开始看的呢？就是在抖音里面就看到一个镜头，就是范总在 KTV 里面嘛，然后就是一回头，对吧？哎，你对吧？这么一下哎你出来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才刚我急了呢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那很少有这种镜头嘛，就一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去看这个片子，因为我很喜欢王杰的。这记得他安妮呢是他第一张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里边的一首主打歌嘛。后来呢还出来了一个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痛》，像这个歌实际上我已经名字我都忘记了。这旋律一出来呢，我开始想起来，哦，这个歌也很好听，再想起他的名字。那么我好像听到现在最多我在朋友圈里面听到的，就是张学友的《偷心》，是最先被推上朋友圈的歌曲。《偷心》呢是1994年的歌，很老的一塌糊涂，那时候也不是很红呀，我记得。但是《繁花》一出来啊之后啊，所有的 KTV 里边都是《偷心》，我朋友圈里面都是发的《偷心》，一下子啊，有些人都滚了好几遍了。我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哼几句。那剧情里边呢，汪小姐啊要保总给个准信，对吧？还到底需不需要的？那保总是个中央空调嘛，对吧？就选择了回避。那汪小姐坐在排骨年糕店里面就黯然神伤，而保总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借酒消愁。这时候张学友的歌声响起来了，对吧？偷偷走我的心，对吧？就很嗲的，那很符合剧情。那谁都在互相偷心，所以说这么57首歌曲是伴随着整个故事、整个人物关系、整个剧情啊，就慢慢的铺垫开来，然后呢就打动了我们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王家卫蛮坏的，他呢也吃不准我们这些人啊到底喜欢哪首歌。那一枪头夯不啷当，许巍帮他上来，对吧？许巍帮他铺出来。那每首歌呢还帮你来那么一小段，那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，就男女通吃，老少通吃了。每一首歌呢也花了很多钱，都10几万的版权费，每一首歌你想那么多歌的版权费加起来要上千万来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。视听享受嘛，视觉上嘛，王家卫的拍摄风格嘛就是很漂亮的嘛，我们这都是享受的嘛。那听觉上呢，这些老歌也充分让我们得到了满足。我们这代人呢是深受港台音乐的这种熏陶嘛，从小呢听老钟顾张的歌，所以呢这些港台音乐一出来就一下子深入我心了，就像排骨年糕一样，代表了我们的青春。那第二呢这个重要的因素啊，就是用到了上海演员，几乎是全部用了上海演员。就这个李李好像不是上海演员，好像范总好像也不是，其他基本都是上海演员。那么有些人说上海话不标准吧，有些上海话不是很标准，那么很正常的，因为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。当时我们记得每个区，像杨浦区啊、
黄浦区啊、卢湾区啊，每个地方啊，就说上海话实际上都是带有一些口音的，特别是交关吃口闲话，那么侪会带一点点口音的。而台词的每一句话呢，因为都是上海演员，所以说的每一句台词实际上都是在演自己，每一句话的小感觉啊、小切口，对吧？阿哥谢谢侬啊，帮忙，拎得清啥事体啦，对吧？侬有毛病啊，脑子坏脱了。包括保总叫汪小姐，绑阔筋啊，我记得阿拉小辰光读书辰光看到种小姑娘哭嘛，就叫这绑阔筋啊，都叫绑阔筋，所以很有意思。那这种话就是很亲切的。根本不用经过什么大脑思考，就脱口而出的，不用去想的啦，就是一下就说出来了。所以配合这种小动作啊、小感觉啊，就是很像。所以说外地演员是演不出这种感觉的。那我在里边最喜欢的就是陶陶嘛，因为保总这个人物呢，又有钱又帅，还有那么多女人啊喜欢他，对吧？这样的人呢，实际上离我们太远了。陶陶呢更接近于我们这些老百姓。那专属陶陶的 BGM 嘛，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。那这首歌我觉得运用很巧妙了。那后来采访那个演陶陶那个演员嘛，就成龙嘛，他也说到了，一个卖海鲜的小老板，保总的赤膊兄弟，对吧？那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那在上海表现的是那一辈啊30多岁的上海人，对生活呢是充满热情，有梦想，有激情。但是呢，老百姓能力有限，飞不出去，也飞不高，性格里边啊又有那种江湖义气、兄弟情在里面。所以用到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的贴切。而陶陶呢，用上海话讲的又是自己的事情、自己的生活，用上海话说出来，能够说出来，就是最真实的、最能够打动人的。那我们再说到吃，电视剧呢带火的那个仙得来的排骨年糕嘛，电视里面叫做香得来。那现在我听我朋友说呢，说黄河路上开了全部要排骨年糕店，跟你啥吃的那种没有情怀的。在云南路上面的仙得来是正宗的德啊，他也排起了队。实际上我们后来到仙得来都不要吃排骨年糕。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，知道吧？而且不好吃，就感觉不好吃。不像小时候感觉吃仙得来的排骨年糕啊很好吃，现在感觉都不好吃了。但其实呢，最早的仙得来的排骨年糕啊，第一家店啊是在那个西藏路上，靠近金陵路光明中学的旁边。后来呢，在才云南路上开了分店。那为什么说排骨年糕是上海的一个特色？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排骨年糕啊，一定要什么成绩考好的啊，我妈妈或者很开心的。阿拉妈带我去吃，到西藏路高头啊、金陵路高头去吃排骨年糕去。搿辰光啊，实际上生意也蛮好，但是呢，你去总会有位置，稍微等一下就有个位置。我一个人呢吃一个排骨年糕，吃一份排骨年糕，我妈是不大舍得吃的。然后呢，一定要配上泰康黄牌辣酱油，那这是正宗的了。那大牌呢就蘸那个辣酱油，年糕呢就是用这个甜面酱嘛，蘸那个甜面酱，啊，这个味道是很好的。那现在长大了吃的东西多了，这就不稀奇了，就不好吃了感觉。那上海的早饭除了保总的豪华泡饭之外呢，那最接近我们老百姓的就是什么糍粑头。糍粑头阿拉小辰光老百姓啊就一直吃。为什么？做吃饭团的阿姨呢都是什么白手套一戴，对吧？这个木桶里边啊白糯米一拿啊，先放一块，然后放根油条啊进去了，放点糖啊，捏成一个饭团。我们咬一口呢要捏啊捏，包一包。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糍粑头？那第一啊是因为吃得饱。便宜对吧？又便宜又吃得饱，这么大一个饭团啊，还有油条啊，吃下去啊，一个上午啊顶住了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就是什么天冷的时候啊，咬一口要捏啊捏，咬一口要捏啊捏，对吧？要包起来，那么就手里又老黏老暖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就天冷嘛，就是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很暖和，手可以捂热。冬天的时候就很舒服，很暖和。实际上属于上海记忆的早饭有很多了。那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锅贴。那锅贴呢，下面要焦焦的，上面要嫩嫩的，对吧？就很好吃，里面肉啊就是有点甜味的，就很好吃。但现在上海正宗的锅贴啊就很少，几乎我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正宗的锅贴了，正宗好吃的上海的锅贴了。那剧情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范总嘛，就为了3阳上市嘛，去找汪小姐的时候啊，他说一天没吃饭了，那就拿了个油墩子。那这个油墩子啊也是上海的一个特色，我印象很深。这个油墩子一出来，我就把我带回到我读书的时候。因为油墩子啊，早上是没有，早上很少有，因为太油了，知道吧？早上吃这个油墩子吃不下，所以油墩子呢，一般性啊都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，3、4点放学的时候，那学生上了一天课，跑出来之后肚子饿了嘛，在弄堂口啊，就是有个老太，一锅油，对吧？然后一个不锈钢的勺子，半圆形的勺子，铺一层面糊，放上白萝卜丝、胡萝卜丝，对吧？放上各种丝，然后呢再浇上一层面糊，然后放在油里啊就炸了1分钟之后，泡，哎，这油墩子就会从这不锈钢的漏勺里边勺子里边扑通浮上来，浮在这个油上面，浮啊浮，然后再把它撩出来，然后沥干。那时候咬上去啊，就是外面脆脆的，里边呢软软的、嫩嫩的，就很好吃。那萝卜丝呢又是很爽口的、很清口的，
所以说有时候放学回家就买一个油灯子，记得很便宜，讲5毛也不是几毛，2毛也不是5毛，我忘记了，就很便宜，这是我们能够吃得起的点心。那为什么今天会说到吃的东西啊？因为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过去的这种烟火气了。看了《繁华》之后呢，就会想到过去老早的就会吃个么子，好吃个么子，不像是现在全部搬到商场里面去了，没有了烟火气，价格呢就开始噔噔噔贵的要死了，因为有房租了嘛，就开始很贵。我是很怀念过去的云南路美食街。和后来的那个彭浦夜市，一条街上都是吃的，对吧？摩肩接踵，人很多的，各种各样小吃都有，各种摊贩，老闹忙的就，上海会干闹忙嘛，老开心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去，老开心的。那现在呢都没有了，连招牌都要统一化的呢，白底黑字都要统一化，你这是做什么的，都要统一化了，统一大管理。实际上，《繁花》里面的彩蛋有很多很多。如果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或者是从小生活在上海，或者在上海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经历的人，你可以在里边可以找出很多很多你熟悉的味道和一些过去的记忆。实际上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哪里啊？我最喜欢就是台湾。我在很多年前去过一次台湾，那时候我日本的一个朋友结婚，然后他们的蜜月就安排在台湾，然后我们就到日本去，然后一直跑到台湾去陪他们一起玩，就很开心。我在台湾就去了很多的夜市，我印象当中，我记忆当中最让我感觉到好吃的就是一碗红烧牛肉面。我到了台湾肯定要吃牛肉面嘛，那我就去，他们就带我去吃一碗牛肉面。这个牛肉面的味道是我这辈子永远是忘不掉的，就是非常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还去逛了各种各样的夜市，像士林夜市啊、饶河夜市啊，还有一个什么通化夜市，好像叫通化夜市。那我就觉得很开心，那么多小吃的，对吧？什么鹅啊煎啊，对吧？鹅啊煎啊，还那么多好吃，大肠包小肠那么多，很开心，价格又便宜。但是呢，因为种种原因吧，大家都知道，有种种原因，现在也没有机会去。所以呢，我后来呢就开始去那泰国我也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什么？夜市啊也很多。进去就到了夜市就觉得很随便，有一种自由的感觉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消费太高，对吧？消费不起，不用担心这个。现在到上海就很多地方就感觉不知道里面价格什么，消费不起，就会变得很不自由，就老么种感觉的，这夜市中都有感觉，实在太好了。所以我很喜欢去泰国逛夜市啊什么东西。好了，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来陪我聊聊天，对吧？也感恩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对夜市文化对这种小吃有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，我呢也会及时回复大家，好吧 ？OK， 拜拜，下次再见。